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号周一晚上的7点45分。全新的8月开始了，在经历了7月的大幅反弹之后，8月的股市还会继续高歌猛进吗？今天的走势似乎预示了8月会是一个异常混乱的月份。首先是今天的大盘指数在这个压力位前踌躇不前，多空都形不成合力。那么在个股上也是各走各的，相当的混乱。几大权重股是涨跌分化，互相拉扯指数，大多数的权重个股缩量，但特斯拉今天放量。在标普的11个大板块上，有4个板块上涨，7个板块下跌，能源板块领跌。咱们首先说一下能源和油价的问题。布伦特原油和美油都是在7月份经历了连续的第2个月的下跌，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飙升的通胀和短期利率的提升，引发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削弱了能源的需求。那么根据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分析师自今年的4月以来，首次将2022年布伦特原油的平均价格预测下调到了 105.75 美金，对于 WTI 原油的价格预测也下调到了 101.28 美金。那么根据摩根大通的预计，布伦特原油在2022年下半年的价格低点为100美元每桶，只有100美元每桶。2023年的价格的高点为90美元每桶，所以摩根大通是看跌明年的原油市场的。另外呢，在石油输出国的组织欧佩克这边将在本周三召开这个会议，决定9月的产量问题。根据现在市场的调查，有8位这个欧佩克家的这个消息人士中呢，其中有2位表示会在8月3号的会议上讨论9月的小幅增产，特别是沙特有可能会在欧佩克会议上推动增产。那么在今天的标普11个大板块里边，咱们说今年整个的能源板块它都是为标普带来最大贡献的板块，但是市场预期呢，由于明年价格这个能源可能会走低，它有可能会带领整个的标普的盈利能力陷入持平或者衰退。明年标普的 EPS 的贡献指望能源肯定是不行了，但今年标普想要维持住现在的这个中性的表现，能源板块是千万不能掉链子的。油价如果跌得太快，标普也够呛。另外呢，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会导致对于标普盈利能力的一个担忧一旦是我们说油价继续的快速下跌，经济衰退，那么大盘这边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说是不是只能跌呢？其实也不都是坏消息。好消息是，第一个，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今年已经是见顶了，而且美联储是放弃了前瞻的指引，他们说要靠数据来根据数据调整他们的整个的加息的策略。那么8月10号会去公布7月份的通胀数据，现在市场的预期是 8.8%， 已经从6月份的高点 9.1% 下降，所以只要通胀不卷土重来，今年内 3.5% 的加息预期应该不会提升。美联储不出意外呢，就会在今年剩下的3次议息会议中分别加息1次50和2次25。这个对于成长股来说意味着估值打压阶段见底，包括科技类的成长股和科幻类的成长股全部都包括。那么大量的科技股呢，是有望获得估值稳定的喘息机会，它不可能就是下方没有底线啊。当然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关于这个盈利能力，就是美元呢在最近我们看跌得特别的猛，已经从高点109向下，今天都跌到了105附近了。从我们如果去对照美元来看现在的美股和标普的走势，你会发现从109跌到现在这段时间，整个的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9%。如果美元能够保持在当前的水平附近，它就不会给标普的收益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如果美元后面能继续走弱，将有助于美股的盈利能力，能够部分抵消掉由于经济衰退带来的盈利能力下滑的担忧。不过今天的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就是 VIX。我们先看指数吧。今天的指数实际上看分时图，你会发现是一个低开，然后
冲高然后回落啊，最终呢其实收盘收跌的并不多，标普收跌 0.28%， 纳指收跌 0.06%， 道指收跌 0.14%， 然后罗素收跌 0.04%。 本来呢这个大盘其实跌的不多，但今天 VIX 的涨幅非常大，而且今天是 VIX 跳涨，代表着在指数当前的位置上有大量的保护性的 put 已经进场，导致了价格的飙升啊，这是 VIX 涨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过 VIX 这个跳涨，很多朋友会说，那是不是代表着股市一定下跌？也不一定啊。因为 VIX 在这个位置的这个 put 导致的这个 VIX 上涨呢，一是防止市场在关键的位置掉头向下，它有这个隐忧，比如标普现在的这个位置啊。二是呢，近期的这个大反弹已经来到了近期最强的压力4254附近。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正啊，我给了一点点富余，取个整数4300点，因为它有可能会上下波动一些，所以呢，我们以4300点啊，这个地方大家比较好记。那么对于机构来讲，现在的这个位置，在经历了这么大一段的上行反弹之后，已经是近期最好的靠 put 去锁定正股利润的位置。所以一个呢是担心会下跌，第二个呢是它锁定利润的动作，这个是 VIX 大幅上行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这两点只是市场的一个避险动作，不代表说市场一定单方面的压住市场下跌和持续的看跌。总结来看啊，就是市场现在整个的长线上，咱们还是应该去看估值，就是你好的个股，你还是研究基本面，看它的估值，包括今年还有明年的前瞻的一个情况。那么短线其实就是跟着消息啊、情绪啊，还有技术面，对吧？这种所谓的这个单边的上涨啊，或者是单边的下跌，其实都是有点难的。市场依旧还是存在较多的这种波段性的机会，持续的拉扯震荡，以时间换空间，是最近的这个主流走势。好，首先我来说一下今天我的一些这个操作啊。上周实际上我是减仓了苹果，今天我又减仓了另外一只股票，就是特斯拉。今天特斯拉呢在均价900，就是开盘价跌破之后啊，均价900是减仓了一个 1%， 之前 3% 的持仓呢，现在只剩下 2%， 持仓成本 596.8 的一个持仓。这个呢还是基于两点，第一个是技术面。技术面今天第一个是到了837950的这个位置，同时今天收的是一个滞涨形态，再加上今天面临着200均的突破受到压制，都属于短期的技术面的压力，所以这一块那么满足了技术面的这个减仓需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减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之前和大家在分析特斯拉财报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逻辑。现在特斯拉整体，如果你严格按照当前的基本面去算，如果没有提前2年的交易价格，实际上合理的价格就是400到600啊。咱们之前讲过，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太过低的情况呢，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当时分析这个特斯拉财报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说特斯拉它又不同于平常的股票，它的热度很高啊，不仅是散户热度，机构热度也非常的高。所以现在特斯拉的价格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提前2年的交易价格，甚至之前有高的时候能提前3年4年的一个交易价格。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体热度又不像去年和前年那么的高，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假设，如果特斯拉维持提前2年的交易价格，那么到2023年的合理价格就是900块钱附近，没有问题。那么到2024年的合理价格就应该是在1001附近，也没有问题。长线来看，它目前还是一个长期增长和向上的一个过程。在整个23年的增速预期上，增速是 63%， 在23年的增速预期上，就是明年是 26%， 今年63%，明年26%，实际上都是一个不错的增长。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它在未来的很多年持续保持 30%、50% 的增长，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计算，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基于技术面，基于估值面呢，那么对于到了900附近的特斯拉，同时出现了市场形态，我就稍微减一点，因为我的目标跟大家多次讲过，我希望不断的去累积仓位，将我的持仓成本最终全部都慢慢的做到600下方去这是属于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些持仓的这个位置。那么下方的一些点位呢，做了一些更新，就是在780到820，准备把这个减掉的加回来。当然这是一个激进的位置取决于市场的一个具体走势。如果走得特别差，市场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黑天鹅那么有可能这个事儿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么的能买，能下得了手，所以我标出来是一个激进位置。但是下方的670、755和410到460这个位置是可以买的是没有问题的，是我准备可以去加仓的，把仓位呢也给它预留出来了。好，这个呢就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个今天的操作。另外既然说到了苹果刚才提到了一下，我就把苹果的一个消息和大家讲一下。苹果我是在上周也做了一个减仓。那么苹果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消息是关于它要发这个债券的。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它对于未来利率走势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说公司平常有时候我们很少去研究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说一下。因为这个苹果呢是准备执行这个债券的销售，它的这个目的呢是为股票和这个发放股息提供资金。那么根据今天 SEC 的文件显示，苹果会计划出售债券的所得用于公司的回购和支付股息，债券的期限是从7年到40年不等。苹果没有透露它筹集多少资金用于支付包括这个利率是多少也没有说。但是根据彭博的消息说呢，这个发行的价格大概总额是55亿。另外高盛、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是承办此次的发行。我们这里要说一个概念，就是长期以来其实苹果在发行债券融资这一块呢，它是一个长期策略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它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曾经执行了类似的这种债券的发行，共分为4部分出售了65亿美元的这个债券票据。那么截止到2022年6月25号，它一共有947亿美金的长期未偿还债务。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利率环境下，苹果执行长期债券的发行，其实我认为只有2种解释。第一种是他们认为当前的债券利率较低，以这种方式继续筹集大量的现金是非常划算的选择这是他们我认为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第一点。简单讲呢，他们认为长线的利率依旧会继续走高，但这一点其实和市场的压注是相反的。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没有大幅的下挫？现在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了 2.55% 附近，这和苹果认为的长期的债券收益率会走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苹果这一块如果他们作为投资的这个对手盘来讲，它应该是平常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对手盘看法是截然的不一样的。好，这是我们说第一种。那么第二种解释是呢，他们现在正在利用这种较低的利率环境，就是现在当前不是利率环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较低的一个环境，他们认为因为他们认为长期会涨所以短期他们认为还是比较低的。利用这种较低的利率去融资，是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因为业务疲软被调降的降级风险而支付更高的利率。因为这个穆迪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把苹果的长期评级上调到了这个3个 A， 这是穆迪的最高评级，它只会授予信用风险最低的公司。在标普里边还有微软和强生也获得了同样的评级。但是我们想，如果苹果知道自己未来的业务会出现逆风，那么有可能它的评级就会调降，未来的融资成本会升高。对于苹果来讲，这个肯定是一个远期的打算所以这2点呢都有可能性，但其他的呢我还没有想到欢迎大家去补充，好吧？简单来讲就是说，苹果认为现在呢市场有便宜的钱，它不借白不借，毕竟拿来回购股票，稳定和提升股价，作为股东也是很开心的吧，对吧？毕竟什么40年后债券的事儿，在座的各位股东谁还会关心呢？好，简单讲一讲苹果的这个消息，咱们还是来说一下财报。
在上个星期啊，太阳系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都是发布了财报，喜忧参半，没有砸盘股市。那么本周是标普里边另外一些大型公司的财报表演时间，他们会不会砸盘呢？我把财报预期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这样大家能知道在市场预期到底给的是高还是低，你就不用去猜了。好，咱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 AMD。AMD 呢是一个正的 55% 的 EPS 的年度增长预期啊 55%， 今年增速非常的快。那么 PayPal 年度增长预期是负 16%， 然后星巴克是负 11%， 然后 BKNG 啊，这几个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门的啊，旅行啊，在线旅行的股票的这个公司是正 115%， 这是因为之前的这个非常低嘛，所以今年都是一个正的。然后是 ABNB 是正的433，还有一家 AMGN 这边是正的 1.6% 啊，这是本周呢大家可能热度会较高一点，对吧？其实这个持有的朋友会比较多的一些公司哈。那么在 Q2 的 EPS 的增速预期上 ，AMD 给的市场预期呢是正 63%， 其实是非常高的，但全年 55%， 大家就能知道后面可能会逐渐的开始下滑。一会儿会讲到关于 AMD 在现在当前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风险啊，跟大家再次提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 PayPal 是负 26%， 本季度也是一个负增长。另外呢，星巴克是负 23% 的市场预期，还有就是 BKNG 是正795的一个预期， ABNB 是正 472%， AMGN 是正 0.4%。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像 AMD 啊，像其他的几个在线旅游的公司啊，包括短租的啊，他们的预期给的都特别的高啊。我们说给的高好还是给的低好呢？我个人呢认为啊，给的低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给的低比较容易让你去 beat 掉这个预期啊。如果给的很高，大家本身都知道了，它业绩非常好，它业绩很高，它万一掉点链子，你市场这个心里边落差就有点大，是吧？所以呢，像 AMD 它给的很高，但是我们上个星期看到了英特尔的财报显示出对于 PC 整体出货下滑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 AMD 这边它到底会不会受到 PC 下滑的影响，还是说它抢了英特尔的市场，能够抵消掉市场整体下滑的这个负面呢？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我们必须得看一看本期的财报如何。但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 AMD 的一个估值的问题啊。好，我给大家把数据拿出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第一点啊，我们把技术面先讲完。首先 AMD 100到118是它近期的一个最强的压力位置，马上就到了啊，这是我做一下提醒。另外也面临着200均的一个压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第二，看前瞻估值，前瞻估值曾经给大家展示过，是2022年的前瞻估值144到303，这是上个季度财报出完之后的前瞻估值。但它这个前瞻估值的 PE 的倍数低值144是按照多少算的呢？是按照36倍去算的。那么行业差不多在20左右啊，或者20几20出点头。由于 AMD 在今年我们说增速能达到 55% 之多，所以你要按它36倍算，那肯定可以。但是你如果按照未来5年、3年、5年的平均增速，它肯定是达不到55的。2023年的增速现在只有 11%。所以我们如果保守的，如果你去看它，按照行业现在20倍左右去算啊，那么在今年的 EPS 的 4.35 的背景下，大概87块钱是它今年的位置。那么23倍2023年的 EPS 是 4.84 的情况下，那么它按照20倍的低去算是96块钱，就是它现在的这个位置，是2023年的价格啊。我这里当然用的是20倍去算，但是呢，由于它今年增速刚才说了是 55%， 所以你认为它应不应该用20倍去计算它呢？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有一定的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在整体 PC 下滑，它增速有可能下滑的背景下的一个潜在的估值风险啊，这里做一个提示给大家，潜在的估值的风险。但是现在它股票是不是好股票呢？仍旧是好股票，即便明年增速只有 11%， 仍旧是整体市场上增速较快的。无非就是说你的位置上，你适不适合在这个地方马上面临压力位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着啊，最近一直在涨，财报如果一好，一下蹦到这个位置去了，你是不是要去追一把？
慎重考虑啊！我这里只是友情提示，你要慎重考虑，毕竟明年增速就会下来。现在眼看着时间已经进入8月份了，到了明年其实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了啊，所以走明年预期增速20多倍还合理，对吧？30倍或许也还行，但是能不能走到30倍之上去不好说，要看市场的这个资金热度和情绪了啊。所以总体上，如果想要做波段的朋友呢，在 MD 100到118是你一个可以去考虑的一个位置。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